这个案子本质上就是一个障眼法。凶手费尽心思演这么一出戏，其实就是为了误导观众，让他们以为这个杀手真正来自于晋中。你在讲什么东西啊？这个地方哪里来的什么观众啊？观众就是你们两个喽。来，咱们接下来复个盘啊。当天晚上你们都是怎么站的？何先生，站一下。还缺一个死者哎。乔探长。最后呢，由本人来倾情演出这个来自于晋中的杀手。但首先我要解释一下，这个晋中的杀手是怎么诞生的。当天晚上，从这个站位上来看，死者被杀的瞬间，何坤挡在两个保镖前面，而两位保镖呢，只能从镜子的反射看到死者被捅的过程，绝对不可能看到杀人的全过程。不是的啊，我们是真的看到了啊！你确定？这当天你在陈秋生的酒里加了利尿剂。啥味道？为的就是把他引向你设计好的凶杀现场，然后何坤迅速调整好了自己的站位，为接下来这场戏做好了铺垫。死者出来以后呢，来到了洗手台，这个时候凶手从这儿钻了出来，一刀捅死了他。你藏在这儿，谁看不见啊？瞎呀！别急嘛。那天我就发现这里有个小机关，这儿有点意思。发现什么了呀？当时我还纳闷，好端端的怎么会松动呢？乔探长解释说，这可能是施工的时候没有粘紧。可这座豪宅是德国人监工设计的，怎么可能会犯这种低级错误？所以我觉得这面镜子是凶手搬过来的。搬过去。当时，凶手就躲在这个空间里。这个时候，两个保镖只能通过镜子看到死者。这个反应给赵医生争取了躲回去的时间，然后两个保镖冲进来，却被何坤支开。你给我搜！大哥，大哥！这个时候再把镜面整理好，等那两个保镖搜完出来的时候，现场已经很难看出瑕疵。大哥！老大被杀，保镖已经吓懵了。这个时候，何坤刻意指出：“我们刚看见了吗？镜子里伸出一把刀来，把老大给捅了。”就是这句话对保镖造成了心理误导，让他们两个确信自己刚才看到的是镜子里的人。去叫人。随后你派两个保镖出去叫人，趁这个时间，你们把镜面装回去擦干净，医生下楼，然后被保镖重新带回现场，展开所谓的抢救。刀是由斜侧方插入身体的，你拔刀是不想直接暴露你藏在斜侧方的事实。说的还真挺精彩，不过你缺少实质的证据，还是定不了罪。证据？证据刚才就在你眼前呀。这面镜子的正面你虽然已经擦干净了，但反面还是会留下你的指纹，是或者不是，拿回去验一验就知道。没想到白蜜还是有艺术。你杀人是为了复仇吧？对，复仇。当初拆迁的时候，冤死的老太太
是我的母亲。他们两个为了修建这个奢华的府邸，不惜害死我母亲的性命。所以，陈老六和聂成江必须得为他偿命。那你呢？你猜猜，真的是你啊！你为什么呀？为什么？四哥，你为什么？你等着！你等着！何坤，杀老大是江湖大忌，你为什么这么做？还不是因为你？因为我。咱俩当年同时在上海滩打拼，可是后来我腿瘸了，只能给陈老六当秘书，每天被呼来唤去，颜面无存。后来听说你当了租界巡捕房探长，前途无量啊！我也得为自己找一个未来吧。就在这个时候，赵医生冒死来找我。这是我半生所有的积蓄，这件事情只有你能帮得上。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你？我信。可是你想过没有，在陈老六手下，你没有未来，只有他死了，才有你的出头之日。当年拆迁，你也是其中一份子。不过，这个杀母之仇啊，我只记在陈老六一个人身上。能帮我，算是你给你自己宵夜；不帮，那就算是我赌错了人。四哥，你比我命好，你跟了白老大那么重情重义的老大，不像我跟的那位，从来没把兄弟们当人看过。作案手段我是想明白了，可我还是想不通聂老板为什么要陷害我。凶手只有一个，把你抓了，真凶不就脱罪了？那他为什么要保护赵医生呢？他可还真没那个好心。当初他和陈老六合伙贩卖烟土，这个案子如果不结，迟早会查到他身上。他为了自保，才拿你当个替罪羊。早知道晚2天才来了。早晚没区别。他已毒入脏腑，活不过这2天了。你接下来什么打算呀？回银行上班啊，不然呢？你探是把好手，要不要留下来帮我办案呀？帮帮你，你知道我1个月挣多少钱吗？留下来，你请得起？这孙子！嘿，你看我，看！你以为你谁呀？啊，一个小小的股票经理，还敢打着我的幌子威胁、恐吓、招摇撞骗！你扔我的老脸就是那个你啊！说呀，回答不了吧？啊，回答不了，滚！你滚！
哟，陆经理这么快就失业了？星月日报说老子是杀人犯，划过死者的车，还利用沙逊先生恐吓过死者。沙逊先生当场就气疯了，我被开除了。你最好不要得罪记者，尤其是那种小报记者。这个死变态烫头女人，别让我见到她，否则告诉你啊，动嘴皮千万别动手，不然第二天你就会被石沉晃回家。那你替我转告他，我祝他一辈子待字闺中，独守空闺。帮我办案吧，我出咨询费，一个案子一件。不好意思啊，我没兴趣。为什么？所有谋杀案都充满了负面情绪，血腥、复仇、阴谋、杀人，太不阳光了。你觉得你是一个阳光的人？至少，我不需要洗白啊，而且我也不需要被迫做我不想做的工作。我叫乔楚生，随便啦。姐，您容我再缓一缓，我那个钱啊，都被拿去填股票窟窿了。那个陈老六他坑死我了。小陆啊，房租可以晚一点再交，但是水电费总是要交的吧？这个您放心，我马上就会找到工作的。您先帮我垫一下。你有客人。你来干嘛？白小姐，白小姐你来啦，欢迎光临呀！什么意思啊？这是我给你找来的新租客，白幼宁，白小姐。凭什么呀？你知道他对我做了什么吗？再说，你有什么权利让他搬进来？我是房东，我有权利请他搬进来，也有权利把你给赶出去。要么你现在就给我房租，要么你就谢谢人家白小姐为你分担房租，还不至于让你流落街头。陆先生，以后还请多多关照哦。云姐，我的房间在哪里啊？哎，我正要带你去。好，你的房间啊，在这边。我还要替他谢谢你呢。你不知道，他这个人啊，老是拖欠我的房租。The Chinese shouldn't have been allowed to work in the concession zone from the beginning. You know it's all your fault, don't you? So what if it is? At least he broke the case. No innocent people have been wrongly accused. If the case continues to be investigated, more things are sure to come out sooner or later that will implicate us. That will anger the people, and the Chinese will take the opportunity to infiltrate. Don't worry. They don't have the skill, or the courage for that matter. Sir, it's all taken care of. Nie Chengzheng is dead. Let's put this case on the shelf for now. I want you to find a new agent for Nie and Chen's business as soon as possible. Yes, sir. In future, you need to be careful. Mr. Bai appointed this inspector. China is not like India. We cannot put our reputation, or even our own lives, on the line, just to make a little bit of profit. We need to be careful about that. This is my first and last warning to everybody. Okay? Cheers. Cheers. 哎呦，已经3点钟了！哎，车子来了，车子来了，走，扫出来。哎，烦死他了！
每天侪要拖到家，老早讲还要涨工资，一直拖到现在。哎哟，侬就慢走伐？现在大学毕业后有份稳定的工作，已经老好了，好伐？哎，阿拉邻家小人高中毕业，还会得讲英文哎，老公屋里上队里的大班人哦，那伊拉娘啊，气脱脱了。什么味儿啊？大早上洗地毯你不嫌累？不洗干净，地毯上会有螨虫，我皮肤会过敏的。味儿太大，你呀把门关上，别影响我吃早餐。哎，手艺不错嘛。我吃饭的时候，请你不要跟我说话。你是不是有点烦我？不是有点，是非常烦你。我不是故意要害你失业的。首先，你是不是犯罪嫌疑人嘛？有没有划人车？有没有用沙逊的名声恐吓过别人？这些事情都是真的。我作为记者，我当然要如实报道了。那换作是你，你也不会放过我，对吧？楚生哥，远房趴不是今天啊。我找他的，陆先生，有个案子需要你帮个忙。对不起，没空。这么忙吗？我得出去找工作呀。我付钱的。我想找一份正经的工作。20大洋呢？怎么解？破案就解，一天破了你就赚大发。按天解，每天3块大洋。那不行，你拖1个月，我得付90呢。你放心，10天之内我一定结案。大哥，现场您都还没去呢，哪来的信心啊？破不了这钱也照结，否则你们爱找谁找谁。昨晚凌晨，一辆满载纺织厂女工的电车就在这个路口连车带人离奇失踪了。我们老爷子在这个电车公司有股份，这个案子必须得快点破。如果乘客找不到的话，公司得赔很多的钱。什么味儿啊？也不像泡脚，熏死了。前面是钟楼，3面都是居民楼，怎么就会在众目睽睽之下消失？昨夜到会得起了大雾，啥么子看不见。你怎么知道的？呀，我就住了搿栋楼浪向。昨夜到我听到电车开到一半就停下来了。等我打开窗的辰光，就发觉外头啥么子也看不清爽，还有各种各样怪声音，叮叮当当，还有野兽的嚎叫声，吓死脱人了。后来雾散脱了，搿部电车就消失了。这么大的小叶，霸王龙，那是什么呀？一种已经灭绝的史前生物，身形巨大，生性残暴，在它生存的年代没有天敌。可能性有多大？可能性为0。霸王龙有数吨重，踩在柏油路面上不可能没有塌陷。障眼法。没错，
现场的路面、轨道、脚印都是人为布置的，有人刻意为之。这么大规模的行动需要很多人配合，如果只是单纯的为了劫持电车的话，太得不偿失了。所以我觉得，应该不是简单的绑架。而且列车上都是夜班下班的女工，家里应该出不起赎金吧？这人怎么老阴魂不散呢？这是公共场所，他是记者，当然有采访权。哎，侬做啥啦？侬经过我同意吗？侬搿是拍照片啊！姐夫哪逼呀？不大了吗？做新的啦！薛文呐，商客。那为什么当记者呀？那你问他去。大妈，这不是相机，这是镇魂神器，我是来收妖的。跟他老早做啥去了？你当年发生什么了？搿事体啊，哎，我讲拨㑚听听啊。喏，就3年前呢，有个人了，就辣搿路口高头啊，死脱哎。搿人啊是个老酒鬼，老酒吃饱了，神子胡子，辣海马路上荡来荡去的，也不晓得哪能，搿电线啊落下来了，声音也没，就死脱了。等人家发觉的辰光，身体已经硬邦邦嘞。掉下来的不是电车的电缆吧？就是搿种洋东西，搿种物事啊，讲拨侬听啊，在破坏风水哎。老早搿搭喏，做马车的，几百年了，有眼事体侪没个，就是搿帮洋赤佬。阿拉刚好上海，伊拉来了以后呢，弄得来人心惶惶的，真是作孽啊作孽！侬勿让我看，我也勿看了，啥人看了，出卖对个。你要不要查查他说的是什么人啊？他叫孙鹏，40岁，本地人，没有家眷，平时以拾荒为生。被电死以后，是电车公司负责安葬的。你怎么知道？10年之内，所有上过报纸的新闻我都记得。你可真有闲工夫。你还有什么要看的吗？没有的话，跟我走一趟吧。去哪儿？东海电力啊，得让他们尽快的恢复供电，赶紧通车。再拖的话，就变成公众事情了。电力公司这么有钱的吗？这个窗帘是绒质的，它是法国进口的，价格高了去了。不然你以为电老虎白叫的呀？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这个沙发是意大利的小牛皮，这个运过来都得半年。一会儿人来了，你帮我说2句好话呗。说什么？找工作呀，不然呢？怎么？你不喜欢办案？探案呢，只是为了糊口。我还是更喜欢这种西装革履，然后在办公室里喝个咖啡啊，看看报纸的人生。哎呀，不好意思啊，让乔四爷久等了，刚开完董事会。没事儿，胡总裁，我这次来呢，就一个目的，就是希望你尽快的给华康公司恢复供电。这个，你就当给我个面子，这事儿真的拖不得了。毕竟大上海每天成千上万的人需要乘坐电车上下班呢。好，我帮你查查班次表。哎，你们俩先坐。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喜欢抽雪茄，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受吗？这是丹拿曼纯手工雪茄，这一款应该是限量的吧？高手，高手，这是高手。哎，巴西皇家玉制礼盒，古巴最好的烟丝，整个上海滩，我想想啊，别把这话说冒了。没错，整个上海滩就这一盒，尝尝。我不抽。我抽，我抽。
你不是不丑吗？皇家御制闹呢。啊，谢谢吴老板。哦，对了，班次表我查出来了，我一会儿派人去抢修，恢复供电。谢谢啊。甭来这虚的。怎么着，约顿大酒吗？电车案没破呢，老爷子憋得紧，我真的是没辙。等破了再说吧。行，你这公务在身，我也不留你了。我先走了，走。我那事，你是不是忘了？把案子破了再说。你说两句。卖报纸了，卖报纸了，看报纸啊！新闻头条，来，看一下卖报纸。好的。这是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三岔路口冤魂索命，黑帮入股真相难明。唉，这期报纸卖疯啦！还有娘，你和老爷子闹别扭可以，别把我扯进去。你瞎写没事，回头挨骂的是我。哎呀，好，我错了还不行吗？还有啊，霸王龙他说的就算了，这和尚道士都出来了，你搞什么鬼啊？这我可真没瞎写。前些年电车公司铺铁轨的时候，和旁边寺院的和尚起了冲突，大打出手。当时那个事情还上了头条，引起了大讨论。后来工部局的董事亲自出面才给压下去的。哎，你去哪儿？去哪儿让你管啊？你是我娘啊！你那有氰化钾吗？你又干嘛呀？放他调味瓶里。出去！你怎么才来啊？现在是上班时间，大哥，找我干嘛？咱们之前是不是投过华康电车公司股票啊？你可别咱们的啊！你现在已经不是沙逊银行的人了。别废话，到底投过没啊？哎呀，投过一些，怎么了？我想做空华康的股票。你千万别！为什么呀？我们刚刚开会商量过这事儿。华康在出事之前买过一份巨额的保险，现在所有的损失都由保险公司承担。真的假的？哎，我强烈的建议你不要沾这事儿。为什么呀？华康电车股东里有黑帮大佬。你想，因为这么点小钱，被人丢到黄浦江里，知道吗？大佬有这么狠？你以为呢？同事家人，同事家人，还我公道，还我公道，我们不巡捕房必须给出一个交代，巡捕房包庇黑帮电车公司，必须给出一个交代，巡捕房包庇黑帮电车公司。探长，我发现外面这帮人从行经路线到喊口号的节奏，都像是有专人引导。就在刚刚。我看见有人偷偷的发馒头、发水，死者家属一般就会嚎啕大哭，话都说不清楚。这帮人，我之前从来没有见过。你的意思是游行是有人策划的？进去，老实点。又怎么了？跟着喊口号，还想带人爬墙，手里边攥个石头，想砸玻璃啊你？我没扔燃烧瓶不错了。你疯了吗？那些家属他们需要一个交代，你们身为执法者不能逃避责任啊！谁逃避了？你以为我想拖吗？拖得越久，老爷子亏得越多，多大事能死啊你！好，撤了，你们好自为之吧。给我看上去。是。怎么办？现在要线索没线索，要方向没方向。这个线索呀，倒是有。什么线索啊？哎，今天的这个费用是不是还没结？你俩真是绝了。那调查发现，事发之前电车公司买了巨额的保险，所以存在骗保的可能性。I welcome the two of you gentlemen.
to Huakang Electric Car Company Group. I'm the president of the China region. What's this? Oh, it's a dinosaur fossil. Cool. Yeah, I love dinosaurs. If I wasn't in business, I'd definitely be an archaeologist. Do you also like dinosaur fossils? Can you speak English? He can translate for me. 这个当翻译吧，得另外收费。不需要，我可以说中文。是这样，乔治先生，我们发现贵公司之前买过一份巨额的保险。没错，之前有人被电缆击中致死，他死后家属要求赔偿，找了律师还有媒体。我们为了尽快消除不良影响，付出了惨重代价。那这个人不是收破烂的吗？怎么有钱请得起律师呢？谁知道？电车公司虽然很赚钱，前期的建设需要很多的钱，5到7年才可以有盈利。我们的公司有了那个问题，然后我担心还会有这样的突发状况，就耗费重金投了保。如您所见，这个决定很正确。听说这笔保金能缓解贵公司的资金压力。电车公司安全是第一，如果安全有问题，会伤害公司，没人可以接受。那如果这次车丢了，人也找不回来，你有多少赔偿？钱倒不少，但是把公司损失的钱付了，我会把多出来的钱分给家属。那这个决定有跟其他股东商量过吗？正要开股东会，我觉得白先生会同意的。电车怎么样了？还没找到，不过人已经撒出去了。那么大规模的行动，不可能一点风声都不走了。就怕是灯下黑。您也怀疑是华康电车公司自己所为？老爷子，电车公司您为什么入股？投资是为了赚钱，否则还能干什么？可是他们的经营状况并不佳，而且短期内也没有盈利的可能。这笔投资太不划算了吧？书生，你说什么生意最赚钱？烟土。那我为什么不做？丧良心。而且还没有未来。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能靠毒品崛起的吧？我投华康是看中了他们的技术，他们有英国和德国最好的工程师，有了这样的人才，才能做我们自己的民族工业。我担心他们有什么猫腻儿。做买卖的不可能没有什么猫腻，各取所需就行了。你知道他们为什么拉我入股吗？资金短缺啊？资金他们根本不缺，他们要我入股，是要我和电力公司谈判，压低电价，否则的话他们不可能盈利。那如果这次真的是电车公司搞的股，我应该依法办事，该抓抓，该判判。行，我有数了。佑宁最近怎么样？状态不错，工作也挺努力的。生活呢？他跟一个人合租了公寓。跟谁？好像啊。走路没事，你想吓死人了？这不怕影响你思考吗？哎，对了，案子有眉目了吗？想知道啊？先给钱呗。多少？给多少说多少。先说1块钱的吧。钱呢？哎，啊，先签着。出事之前，电车公司买了保险，乔探长觉得有骗保的嫌疑。继续。1块钱只能说这么多。
忒黑了吧你！那我再奉送你一条：3年前被电死那个酒鬼，应该不是事故。不是事故，那是谋杀。一个捡破烂的人的家属，不仅有律师，还有媒体维权，这个事儿水挺深的。有没有可能是竞争对手干的？3年前除了华康，还有别的电车公司吗？电车公司倒没有，但是有黄包车公司。电车出现后，黄包车的生意就一落千丈，背后的大佬还因此派人砸过电车。哪个大佬？胡竹轩。500，赏鱼耳机。啊，对了，胡伯伯，这位是我的朋友陆瑶。小陆是做什么的呀？探案顾问。之前我在那个沙逊银行，现在帮楚生哥做事。我们这次来呢，主要是想了解一下您之前派人砸电车的事情。是谁让你们来的呀？白老大，还是乔楚生啊？您别误会，是这样，这个电车公司呢，最近出了点事儿。那你就怀疑我？谁给你那么大胆子？哥，不是哥，我没有啊，哥！吓唬小孩算什么呀？来啊，有种冲我来，来冲我来！白幼宁，真不愧是你爹的好闺女。来，想知道啥，随便问。怎么，吓着了？他们有刀这么长，想砍你也不会在家里动手吧？再说我还在呢，你怕什么？他们不敢砍你，但是有可能会砍我呀！还砍我呀？真没用！就你这胆子，怎么在上海混呢？怎么了？愁眉苦脸的。我刚带他见了竹轩伯伯，吓着了。那我再告诉你一件事儿，挺住啊！又怎么了？我们家老爷子知道你们俩合租之后，气得把桌子掀了。那他非要搬过来，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怕什么？我跟谁住是我的自由，他凭什么管我？大姐，我求你了，赶紧搬走！你不搬，我搬。喂，你去哪儿啊？逃命去啊！这案子都没破呢，命都没了，还管什么案子呀？行，你赶紧走，我就告诉我爹，你非礼我。姐，我求你了，你就把我当个屁，你把我放了呗。那么多女工家属都在等着，你是他们唯一的希望。这个案子，你只要破了，我就搬走。你说的？对，我说的。赶紧给你爹打个电话。干嘛呀？我要看合同，电车公司所有合同工来往账目，我每个都要看。这么快，你看得明白吗？我阅读的速度跟我想把你赶出去的心情成正比。去死吧！备车。去哪儿？东海电力。